这是一把虎头战金枪，枪身乃含铁打造而成，长1丈1尺3，枪头为黑金虎头形，虎口吞刃，枪体镀金，乃铂金铸就，锋锐无比。看似剁劈，不怕火炼，百炼金铁，杀敌勇猛无比。这群男人真是好生奇怪。敌军日抢3关，夜夺8寨，第一猛将也已经兵临城下，可他们却依旧欢歌乐舞，丝毫没把对方放在眼中。时值唐朝末年，黄巢作乱，占据京都长安。晋王李克用奉旨讨贼，此番目中无人，自负自大，皆因帐下有着13员猛将，江湖人称之为13太保。这13名义子个个熟读兵书，每个都有万夫不挡之勇，所以对于这次奉旨讨贼，李克用自认为是手到擒来。一旁督战大臣朱温心里着急，敌军士气高涨，兵临城下，我军却载歌载舞，乐不思蜀，他胆战心惊，唯恐人头落地。李克用看得出朱温着急，这不为了照顾对方的感受，他派出最得力的13义子，醉酒的李存孝来出城对敌。朱温心有鄙夷，面露不屑，眼前这个醉意朦胧的青年，哪有什么军中万人敌之姿？他与李存孝用玉带打赌，赌他不能取得敌将首级。李存孝竟是不带一兵一卒，只身背捆麻绳出城应战。可是未等几人回过神来，李存孝就已经绑着敌将，毫发无损地潇洒返回了。义子大放光彩，勇夺3军。晋王李克用大感欣慰，李存孝还想着他的彩头，但是朱温却是不打算认的。李存孝倒是不惯他臭毛病，硬生生把玉带给削成半截。这一下真是把朱温得罪狠了。义子来报，朱温生气，带领大军开拔回汴梁去了。可是这群人丝毫没放心上，依旧是寻欢作乐，好不痛快。可是随着李存孝风头无两，第4义子心中颇为不服，他向义父李克用献上计策，不如趁着贼兵元气大伤，让他单枪匹马杀入长安，生擒那贼首黄巢归来。闻名天下的13太保却也是并非铁桶一块，但身为掌控者的晋王李克用却是乐见其成。他同意老四的潜入计划，可另一方面却不让老四带头，而让出色的13存孝指挥。老四心有不甘，也不敢发作，心中却将13弟视为政敌。几人就此一路快马加鞭，赶到长安附近客栈歇脚。几人腹中早已饥饿难忍，伙计说只有大饼清茶充饥，几人都吃不惯粗茶大饼。刚好一伙贼兵巡逻归来，店家立刻拿出来大肘子，看着自个儿桌上的大烙饼，对比贼兵桌上的大肘子，几人顿时不由怒从中来，意外得知此人是张全将军。一伙人看似就此离开，实则折返与他们拼杀一团。黄巢的叛党贼兵不是敌手，一个照面就被13太保制服。他们换了装，想借此潜入长安，但叛军防守，再让几人吃惊。13太保挟持敌将入关时，遭到了看门守卫兵的阻拦。原来长安城戒备甚是森严，如果没有黄巢谕旨的召见，将军也无法踏入长安半步。计划失败，几人只能另想他法，准备趁着天黑有夜色掩护，防守薄弱，刚好夜袭长安。都是叱咤战场多年的好手，自然是动作麻利，配合到位。将巡逻士兵屠戮殆尽后，几人顺着城墙攀爬而上，一鼓作气杀了城门守卫兵。13太保成功进入长安城，兄弟几人装作巡逻士兵，在城内大摇大摆地行走。恰逢得知黄巢亲临五凤楼，发现五凤楼外有重兵把守，为了防止事情节外生枝，李存孝让兄弟们在旁等候，自个儿则去尝试暗杀黄巢。一旁老四和12突然发难，他唯恐功劳被13弟抢走，不顾劝阻，直接就冲入敌军，大营开始进行猛烈厮杀。要说13太保确实勇猛过人，可身处敌军大营，叛党士兵又何止千万，在源源不断的人海攻势下，总有体力不支的时候。几人明知不敌，转而在长安城内开始亡命奔逃。仓促间，几人跃进一处院子，继而躲过了官兵的追捕。此时外面全是兵马，不能出去。13请求姑娘让他们躲一躲。好在听闻过13太保的威名，姑娘人美心善，尽心招待他们。可此番好心好意出手救人，却已经被老四和12盯上。趁着夜深人静，要对姑娘出手，二人悄悄趴上姑娘房门，真是一对禽兽畜生不如。13存孝此时出现，阻拦二人，人与人之间的差距咋这么大？老四12丢了面子，转身就走。
剩下的人也在姑娘帮助下，跟爷爷扮成菜农混出长安。13太保此次无功而返，当然是老四、12两人坏事。李克用当即下令斩首示众，幸得13替2位兄长求情，可惜2位兄长非但不领情，反而一言不发，记恨在心。接着，李克用为他们摆宴庆功，大儿子禀告皇朝，已搬出皇城。李克用宣布即刻追剿皇朝，吩咐13和11一同前往，之后便发兵突袭长安城中。皇朝的贼兵叛将士气低迷，李克用这边一路高歌猛进，犹如猛虎归山、蛟龙入海般，杀的敌军那叫一个片甲不留。有了13太保的保驾护航，轻轻松松的便夺回长安城。李克用收复长安后，一时威震天下，继而名声大显。黑衣大军直逼汴梁朱温，此时的朱温已有谋逆之心，他想自立为皇，称霸天下，只能先除掉晋王李克用，便邀请李克用来汴梁庆祝。琢磨着搞个鸿门宴拿下他，李克用也没有直接上当，所以先派2个人前去摸底。戴罪立功的老四和12自然当仁不让，急忙前去。朱温也知道2人好酒好色，自然是投其所好，尽力招待。酒宴上美酒美人，重点照顾，老四和12两人非常满意。回去后便说朱温一片诚心，就等着父王前去汴梁庆功。一旁13存孝察觉不对劲，但他虽是极力劝阻父王，义父李克用却是视若罔闻。此时的他已被威名迷住双眼，甚至没让得力的13保驾，只带着小批人马就赶去汴梁。诸女长袖曼舞，令人迷醉。李克用对此番很是受用，11太保却是保持警惕。朱温手下自是尽力劝酒，询问为何此次不见13，也得知了13在驻守营地。朱温此番布置的庆功宴，让李克用很是受用，非常满意。他大笑连连，接着一醉不起。11太保也被成功灌醉了。趁着众人大醉不成气后，朱温便开始了自个儿的计划。手下报告，一切已经准备好，火箭官兵都按吩咐等着了，告知在太平桥埋伏一队人马。月上中天，朱温做了完全准备，挑出12名精兵埋伏在桥底。李克用逃跑必经过此地，官兵入内，手下惨叫连连，让醉酒的11太保惊醒。可他身为13太保之一，一人杀的朱温手下连连后退。叛党趁此机会撤出了大殿，点燃火箭，要让他们葬身火海。另一波叛军朝李克用前来，亏得手下十分机敏警醒。此时的李克用还在熟睡，不知自个儿即将小命不保，护卫的手下一个接一个倒下，毕竟以少对多，力有不逮。就在颓势尽显，连连败退时，李克用终于迷迷糊糊醒了，可是侍卫已经被杀干净了。就在此千钧一发为难之际，11此刻终于赶到来救驾，一人群挑众人，也轻松得胜。朱温也是个狠角色，为了保证诛杀李克用，直接下令放出火箭攻势，硬生生放火烧毁了一座行宫。群狼环伺中，火势滔天，11太保急中生智，他抓起院中石桌，破墙而出，一路掩护义父李克用离开。大营中的13看到远方火光，察觉义父危难，朱温有诈，立马召集士兵前去救驾。此时王爷和11赶往桥上，早已埋伏好的人手突然发难，11身受重伤，依然骁勇无比。此时又有大批的追兵赶到，11血染全身，依旧奋力迎战，当真是百里挑一的好男儿，拖着重伤之体以一敌百。城外13带人马终于赶来，直接与守卫兵马进行厮杀，等不及就直接从城楼跃下。等13赶到汴梁太平桥时，11却已因失血过多战死，带着11的遗体逃出城外。眼见存孝属实勇猛难敌，朱温下令不必再行追击，再打下去也难讨到便宜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离开。李克用悲痛欲绝，伤心难耐，气愤之极，痛骂老四和12。老四进言愿带兵攻打朱温，李克用还没傻到要反大唐，他吩咐存孝驻兵险要之地，接着便沉溺于逆子惨死，要彻底大罪一番，以作祭奠。此时老四跟12已经感觉到留在这里前途不保，迟早被杀。2个心术不正之人一经商量，当即决定去投奔汴梁朱温。逃跑前，他们决心干掉13，一来嫉妒存孝积怨已久，二是存孝之前得罪了朱温，就当作给朱温的投诚大礼。于是便趁着李克用大醉之际，潜入大帐中盗取他的宝剑，带着宝剑就让存孝跟他回营。李存孝赤子之心毫不怀疑，直接乖乖跟着2人前去。谁知到了驻扎地大营后，老四直接命人将其五花大绑，
理由是先前救驾擅自离营，单纯的存效就这样被骗了。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绳索的一端立马连上了宝驹，13太保李存孝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被车裂而死。当酒醒的李克用察觉后，老四跟12早就已经跑路。得知二人前去投奔朱温了，大怒之下要立刻发兵汴梁。大太保劝说他们兄弟解决，李克用让其他义子去追回。逃跑的两人很快被他们拦住，可谁知二人假意佯装投降，交出手中武器，突然发难，偷袭击杀2个太保。其余兄弟立马拔出宝剑拼杀，同为13太保，武功不相上下。一旁大太保心有不忍，他劝诱2个兄弟投降，可惜老四二人置若罔闻，仰仗偷袭，再度击杀2太保。心肠软弱的老大终于死心，数人围攻下，不出数个回合，老四就以身中利刃死于非命。一旁12弟寡不敌众，紧随4哥脚步没了声息。闻名天下的13太保，最终却因自相残杀，死伤过半，从此一蹶不振。13太保是由张彻执导，姜大卫、狄龙等人出演的动作武侠类电影。影片中人物性格善恶分明，俊俏的11太保死得磊落，13太保死得未免太窝囊，真是害人之心不可有，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好了，本期故事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